大家好，欢迎回到速说新语。这两天啊，我们持续做了几期关于高温入伏、出霉啊这种酷热的天气，希望大家呢注意安全啊。现在各地医院啊都已经有了热射病、中暑甚至重伤这么个情况。热天呢干活那不得已呢还要搬砖，但是呢还是要补充水分啊，避免阳光直射，是吧？那现在其实这个电动车呀，对高温啊就是更过敏。现在40度的高温啊，已经把这些电动车主都给快逼疯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天气情况，看到啊，这是今天下午14点预测的情况，可以在很多地区的气温啊都逼近40度，有的地区可能都超过40度了。在中国大陆呢，除了个别地区啊有比较强对流天气、有下雨的情况出现的话呢，绝大多数啊就是像在长江沿线呢有一条这个强对流啊，有这么一个降雨带啊，可以看到，但是呢。黄淮北部、华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啊，都是晴好的天气，所以温度还是很高。所以在这种天气下呀，这个电动车啊，它就是变成了一个老大难了。5月底的时候啊，其实各地的温度就上来了啊，我们当时就做过各地超过了全国最高温的记录。但是现在啊，你看这个温度还在涨，并且我们昨天讲过，7月份已经超过去年8月份的最高温度了啊，所以这个热呀，有多热呢？可能还要升。在这个高温下呀，这个所谓电动车，就是新时代的趋势，这些电动车们是无比尴尬。那曾经啊，这个有着很大优势的这个电动车啊，现在是战战兢兢开车上路。电动车啊，在冬天在北方开不了，你在南方夏天也是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高温下的这个全景天窗。这个全景天窗呢，大家知道啊，这个很多电动车呢，它是没有加帘的，那它有这么个电动天窗平常呢是一望无尽的这个视野，明亮的座舱啊，就视觉和心理上那是双重享受。这个全景大天窗几乎是绝大部分新能源车的标准配置啊，有绝对的这种高级感的设计。很多车主啊都是因为对这种全景天窗，这种对新能源车是一见倾心。就着了道了。但是在40度的高温下呀，全景天窗就成了这些车主的一场噩梦啊！你比如说出去露营幻想着晚上在车里躺着能看月亮，那是不是免呀？但是现在现实的生活中是40度的酷热天气下，你汗流浃背的开车，知道吧？你买之前呢有多心动，你买了之后就有多后悔这成了这个购买全景天窗车主的这个内心真正的声音。你即使给这个天窗贴上这隔热膜，但是那么大一块面积的玻璃你隔热膜的效果可以说也是杯水车薪。所以现在很多网友在网上留言，在一些车的论坛频道留言，反思这个全景天窗这种华而不实的配置，希望厂家增加回传统的那种电动遮阳帘。那么普通的车大家知道，比如说大众，那我开的这途昂，它也有这个全景天窗，但是它加了一层遮阳帘说实话，这个遮阳帘我认为它依然不如金属的那个隔的效果好，它毕竟有一部分可见光能透过来，但是还是比较管用的。但是新能源车呢，它因为电池布局的问题在纵向空间呢已经非常有限。全景天幕的意义呢，其实不在于颜值，而在于可以留出更多的这个头部空间来。你想要从车顶上再抠出几毫米牺牲这个乘坐的这个头部空间来安装电动遮阳帘，其实设计上还是挺难的，而且还要考虑排水电机传动这硬件成本等等。所以有些新能源车企呢，虽然提供这个防晒配件，但基本上都是需要额外付费的。你比如说特斯拉Model 3的遮阳帘官方售价要710元，所以很多人去淘宝买个遮阳板，以至于今年夏天在许多人在淘宝上这个卖遮阳帘的销量是剧增这个前挡遮阳板、遮阳光帘、汽车遮阳伞的销量位居前3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另外一个呢就是中控屏幕另外一个尴尬呢就来自于中控屏幕。汽车的中控屏仪表屏呢都有轻微发热其实都是正常的。但是现在的新能源车里边的屏幕实在是太多了，少的2-3块，多的7-8块，甚至你自己再改装一下10来块。所以你频繁的使用车载多媒体功能看电视打游戏的时候，屏幕的温度也在逐渐上升，这又给车里增加了一个多点的这么一个热源立体热源可以说。
热呀其实还算次要的，如果中控屏过热，那中控屏背后的电路板呢，它过于靠近屏幕，它就导致热量散不出来。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中控死机黑屏，90%以上的操作都需要通过触摸中控屏完成的新能源车上一旦中控屏死机或者黑屏，无疑就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呢，就像我们的手机它过热的时候，系统会强制降频，操作会变得卡顿。在这个时候，即使不死机，那系统操作卡顿的体验也会让你就是非常难受。那有人说了，全景天窗也好，中控屏也好，你只要空调带劲儿，那不就行了吗？新能源车的空调系统能不能有效的在这40多度的高温下起作用，还是个两可的问题。能降低温度是确定的，但在极端的高温情况下，在整个车顶几乎无死角的接受阳光的这个照射情况下，空调也苦得很，也不一定能撑住所以现在之前在国内在吐鲁番有过一次新能源车的测试，当时呢是在吐鲁番最高气温超过42度，地表温度超过70度的这个环境下测试，有多款新能源车就出现空调无法制冷的这问题其中就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车型，包括纯电、增程、混动这3种动力模型的新能源车型，像理想的 ONE、比亚迪的宋 Plus， 受高温影响，空调的功率需求增大，那么低电压状态下制冷特别容易产生这种故障所以新能源车和传统燃油车的热管理系统它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在高温环境下新能源车的压缩机不但要承担这个空调的制冷需求，还要优先承担电池的散热需求，这就使压缩机自身的负载更大，甚至也会导致热保护或者效率下降，最终呢使得驾驶舱内的制冷效果变得更差。你想想，一个是车内的人，一个是热了可能爆炸的电池，你说你要是个设计者，你先兼顾哪头是吧？人不能出毛病，那电池更不能着火所以呢，这就回到核心问题，就是这个电池上面了。那么大部分电动车实际上只关心冬季的续航能力下降问题，他没有想到夏季电动车的续航能力同样也会下降，就是因为这热到户外温度达到40度，它会让电池的性能有所下降，再加上车内空调死命的吹，导致耗电量增加，所以电动车的续航里程也会跟着下降。在夏天续航缩减的情况不同程度出现在各个品牌的各种车厢，尤其是对于那种就是使用时间较长的这个电动汽车，这个续航缩减就更加明显。本来电动车的这个实际续航能力就是要在官方数据上打个8折，再加上高温天气的这个助力，这续航能力还不得打个6折所以冬季的北方咱就不说了回一趟老家，充个10几次20多次电，那欲哭无泪。没想到在南方的电动车也会遭遇这个续航打折的这么一天。那前面说完电池其实还有一个核心，就是它的这个安全性。就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一直以来一直是人们担心或者诟病的问题热一点可能大家还能接受是吧？续航短也能接受，但是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出了事谁都接受不了。咱们前面说过包括电池都有一个主动的降温，空调要让它降温的技术无论是动力电池厂家还是主机厂，都在电池安全性上做过很多的保护。但是每逢高温，人们首先就会联想到电池的自燃爆炸。毕竟呢，如果每天出行坐在这个不断发热、不断释放能量的这么一个危险的方块东西上边，那心里还是提了的，是吧？前不久包括我们之前也做过不少的视频，关于特斯拉的不受控以及起火撞击的那么有一个视频呢，叫一辆新能源车起火5次的视频在短视频上疯传。于是呢，就有燃油车主表示呢，以后停车不能停在新能源车旁边了。说到这个事儿我还真觉得应该给广大的物业以及建筑管理部门，包括建筑规范设计部门提个醒。我们现在的建筑规范，尽管你增加了能耗的设计需求，比如说现在肯定设计地下室一定要考虑电动车充电的这个需求你的这个容量整个电缆各方面都要考虑，但是防火需求是否考虑了大家知道我们普通的汽油车也有这种着火的情况，那是极端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出现了油箱泄漏或者是有人故意的
把这个车给点燃了。一般来说，熄火以后的这个汽油车，它是在逐渐冷却，它主动燃烧的这种概率就低很多。但是一个不断充电的汽车啊，就是这辆电动车停到车库之后啊，它要充上电，它的温度是不停的增加的。为什么电动车充电的时候有很大声音呢？是因为风扇在转。朋友们，如果一个地下室，比如我们的地下室，每天有成百上千辆电动车在充电，成百的是有的，上千是有点夸张可能啊，都加上是有上千的。为什么？别问为什么，因为边上就有一辆电动车的生产厂家在我们这儿，所以买的都是电动车，都是他们员工，好吧？你想想这个安全隐患是不是就增大了呀？几十辆电动车，上百辆电动车同时充电的时候，它出事的概率要比那一辆车要多了。所以现在呢，我突然也想起来了，如果自己周边啊有这个电动车充电的，那还真得注意点。那也有人做过统计啊，在2022年，光是被媒体公开报道过的新能源车自燃事件啊，就超过70起啊！你打开百度搜索这个新能源车自燃，是吧？你可以看到，从今年4月份开始，什么江西、福建、海南、湖南、山西，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新能源车自燃事件。但是我们不愿意说这个事儿，我们是讲大的事故和大的自然灾害。但是呢，像这类事儿啊，也确实挺吓人的。那你为了减少这个电池啊导致的车辆事故呢，这个车厂们呢就给出了不少建议，比如建议车主呢尽量避免高温时段给车辆进行快充。大家想想，40度的高温啊，汽车刚刚出力，处于一个高温状态，电池也快耗尽的时候，你突然快充，整个系统能不能受得了？那么长时间行驶后呢，不要立即充电，而是尽量在原地驻车断电半小时后再进行充电。给电池组适当的降温时间，尽量保持在30%到80%的电量使用等等。这些建议啊虽然不错，但是你这么小心翼翼的伺候，你会让你感觉到买了个电动爹，是吧？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啊，但凡是厂家给大家提的醒，他往往说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他不能支撑利害关系，他要让你感觉到很温柔的告诉你，实际上这种时候他们说的是往往是最重要的，他怕吓着你。所以啊，虽然这个新能源车啊现在看起来是大势所趋，这个大势所趋啊，我们说呢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有政府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左右斗争的原因啊。但是呢，现在起码在现在这个阶段，在未来几年10几年内，这个电动车、新能源车啊是个大势所趋。在电池技术或者能源技术出现突飞猛进的前提下，没出现的这个前提下，依然会电动车大行其道。但是呢，往往一个高温的夏季，一个突如其来的暴雨，一个长假的出行，总是能把我们新能源车的这个路上的所有美好啊打回原形。爹始终还是你爹，一切都没有变。当然啊，我们吐槽这点呢，也是提醒啊，电动车的朋友啊，能够长点心，多注意安全。也希望厂家呢能够直面这些问题，不要说啊，总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拿出更好的新能源产品来，你才能让我们心甘情愿的去买电动车。那好的，关于40度高温电动车是电动爹的这个话题呢，给大家聊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特别感谢西瓜平台上那些强烈推荐的朋友，也感谢油管平台上点赞留言的朋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